就是多了一些，然后热度多了一些，就是我收获了30多万粉丝。啊，我可能就是收获了30万粉丝，就是微博的30万粉丝。然后收获了几十几十万的存款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拍戏。就是因为拍戏的钱我们也花不完，花不完就是我自己的钱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直播那个时候也是，能赚一些钱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我又开始卖货、卖衣服，成立自己服装品牌，反正就是存了几十万块钱。然后紧接着就是那个就是公第一代土女郎就下线了，他就不拍了，不拍了。然后我就，后期就开始全新的做那个就是淘宝，那个时候在做淘宝，做衣服。做衣服。紧接着，然后我们就是我就觉得说，那你热度你已经下去了，那不行啊，还得拍呀。然后我就打算卖衣服，卖衣服，然后去赚钱，然后就拍第二部。然后结果呢，卖衣服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投资者，一个大哥，就我生命当中贵人很多呀。知道我在卖衣服，然后知道我非常拼的，就是想去做一个网剧，因为他看过那个叫临时同居，不是临时同居，叫义务赞课。他看过义务赞课，他说你要做个义务赞课那种，你要多少钱？我说大概那个50万左右，因为义务赞课的那个费用我是知道的，因为我跟义务赞课他们我是认识的。然后他就说想帮我完成。想帮我完成。确实人家也是带着处对象的一个目的。带着处对象的目的。结果呢，通过我的这个巧言善辩，通过我的那个泥鳅体质，反正就是就等于就是让他出了这个投资的钱，我们又没谈恋爱。对，反正就是后来我跟这个大哥就是也没在一起，但是他出了50万。对，胖泥鳅，对，胖泥鳅。就拍了芝麻，结果拍了芝麻，然后我就拍了芝麻，我觉得才算是，呃，跟大家见面的，就是这个面儿会比较多了。就芝麻其实带来的那个热度会比之前更大一些，因为芝麻就因为有后期团队帮我去做。对。对呀，因为他有后期，就是有一个影视公司的后期团队帮我做，就是帮我兜着底儿，所以芝麻一的品质是好的。啊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拍了芝麻以后，我那个时候手里有60多万，应该是有60多万，就剩60多万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机缘巧合，我又来了深圳，因为深圳有一家酒吧，我在这边演出。后来就怎么着？后来就把这个酒吧接起来了，然后我就通过就是做酒吧。然后我本想我就说我30岁，然后就是做酒吧之后呢，我本想就是人生就是可能以后就做实体了，做酒吧了，就作为一个商人，作为一个实体者。但没想到就芝麻的热度还在就是延续，就芝麻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播了将近1年多了，还在延续。然后延续到台湾和那个日本。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人找到我说：“那个图图听说，因为我芝麻一结束的时候，我是对外说我是要拍芝麻二的。然后这个人1年之后了都，半年还是一年之后了，然后他联系到我，他说：图图听说你在筹备芝麻二，非常感谢你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就是他，因为他知道我是纯爱好嘛。他说感谢你就是拍出这么好的作品。
我作为粉丝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就是我这有3万块钱，因为知道你要拍剧，啊，我想奉献出我的一个力量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谢谢谢谢。”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做生意挺难的，我说：“那3万块钱我就收了。”就这样，加了微信以后，他转了3万块钱，然后后来他又知道说我的酒吧挺难的，他说想跟你一起做生意。但是呢，因为他的身份他不是大陆人，所以他就属于我们没有签任何合同，然后他就是跟我合伙做生意，但是他没有要任何股份，他就想跟我有一个羁绊的那种。我们那个时候也没见过面，然后就投了很多很多钱，大概100多万、200多万吧。啊，就这样，然后因为我投了100多万、200多万以后，那酒吧我就硬气了，我就开始咔咔一顿做酒吧，做完就是开始装修完酒吧以后，我说那不行，那你这个钱咱们也不能浪费了，赶紧拍那个《芝麻二》，就这样啊，我们就拍了《芝麻二》。对，拍了《芝麻二》就是拿这个钱就拍的，然后就看看一边做实体，一边在做网剧，一边实体一边网剧，就是实体养着网剧，网剧养着实体，反正就这么来回的折腾，折腾了3、4年左右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没折腾过，就是疫情，我觉得最终是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实体就做不下去了。对，就做不下去了。所以你要说就是说那个，你看就因为我拍了一个《跟我回家》，我起码到现在我有房有车了，有房有车有存款啊，我现在是2套房子1辆车啊，回本儿了吗？那我的房车从哪儿来的呀？2套房子1辆车，那就是因为曾经就是自己执拗的去拍了一个《跟我回家》，那你说有没有作用呢？投资人有没有回本儿？什么叫投资人呢？啊，什么叫投资人？就你们现在问的这个问题，你像刚才那个有编的那个人问的问题，我就说，哎，好像他这个问题他是好奇，但你说蔓延，你问这个问题吧，就是毫无，你明显你能感觉到你啥也不懂啊，什么投资人怎么样的，什么叫投资人？你听故事你都听不明白，谁能给他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我说他听不明白？来，谁理解能力强的，给这个蔓延去给他解释一下。对喽，对喽，哎，臭宝，臭宝，你怎么能这么能懂呢？你这么懂这些东西呢？你为什么你理解能力这么强？不想解释头疼，就是有的人他不懂，他完全不懂，他不就是你跟他聊这些东西，他听不懂啊。旭旭是谁呀？嗯，这些大哥可真伟大。你不理解大哥的行为，只能说明就是你不理解，就是你没有到这个层面。就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说我跟小大夫分了以后，我还为他做这个做那个，或者说还在帮他一些事情，那为什么要帮呢？没有理由帮啊，那谁的钱不是钱呢？对，你要是不懂的话，只能说你就是不在这个位置，所以你不懂啊，所以你不懂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赞助人？就是一旦有一个人在找到你说想跟你拍一些东西，就是想为你付出一些东西，这些大哥，他可能会对你有好感。咱们说句实在话，就是说这些大哥可能找到我都会有好感，但是这个好感可能是爱情，可能是呃欣赏，可能是就是单纯的肉体上的喜欢，
它一定是有的，它有这方面的层次，但是你看你自己怎么转化。我就这么说，现在你看我拍剧啊，那你看我现在是拍剧的一个状态，那我拍剧的状态，我就不会跟粉丝乱搞一些东西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怎么做，你就是要怎么做的，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。就比如说你天性你就是会比较对性比较需求比较大的话，那可能你就是在网上你会发骚啊，能明白不？就是你的需求，就是你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 Mr. DS，就是一看他就是比较骚，那他可能在网上他就发骚，他就吸引别人。因为你发骚，所以你吸引的人都是想跟你发生关系的一个人。但是我呢，我是完完全全就是在工作的状态，或者说在拍剧的状态，是一个比较可以自恋的说，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状态。所以我吸引的人都是跟我相同积极向上的人去帮我，这回能明白吗？就是你是什么人，你吸引的就是什么人。如果说你是骚的人，你吸引的就是那些酒徒，对吧？你就是那些浪徒，对。你的牙是补过的吗？感觉在发光啊，你这没见识，只能说你没见识啊。牙不过是因为发光，可能是里边装电池了呢，对吧？就是你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是什么人啊，你就是吸引什么人。那吸引不了任何人的呢，就是你没有闪光点嘛，对吧？啊，很爱教育人，你满装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看呢？对吧？你为什么要看呢？我满装的，我没有任何装的，因为我就是有这些东西。请问你有什么？如果你觉得我在教育你，那说明你真的啥也没有。如果说就是他有的人的话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啊，百里屠夫说的对，因为他认同，能明白吗？哎，那啥也不是的人，肯定就觉得别人说什么都是在教育他啊。关键还是办案子发现的。什么叫办案子发现呢？这就是代沟了，认知不到没办法。对呀，就是你是一个啥也不是的状态，你会觉得说别人说什么都是在教育你，就是这一方面可能也是对于你自己而言，你要认知到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这个直播间不是为你开的啊，你要是不想看，你出去，也没有跟你说这些话。对，层次层级不同啊，别硬凑，就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是什么人，你吸引的就是什么人啊。你男人呢？我们分手了啊，我们分手了。他现在在底下那个做饭。哎呀，我们去吃个饭吧。真惨，分手了还要做饭，他不吃吗？小大夫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一开始没有，一开始吸引我的点就是，嗯、一开始吸引我的点可能就是，比较听话吧，比较听话，然后比较黏着我，对，
一开始可能是这样，现在没有所以我们就分手了。对，投缘，对，投缘，真的，对，投缘。我就很好奇，我这边为什么会黑呢？就我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黑呢。找年龄小的、有能力、有钱的会矛盾吗？你说找年纪小的和找有能力、有矛盾的会，不是有钱、有能力、有钱的会矛盾吗？是吗？是吧？会复合吗？不会。认知上不同，生活习性不同，就很多东西都不同，就是在一起太折磨了。我说实在，真的太折磨了。就是你们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，就是很多人说我说话太怎么样了，就是完全不行。就是你真的你在一起过日子，然后两个人就是达不到契合的点，我不行，我完全不行。我真的是从心里来讲的话会煎熬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我们从9月份、10月份，其实我们就正式的算是接触会比较多，因为之前因为我工作忙，他工作也很忙，所以也没有太接触太久，也不了解对方，可能也是就在一起1年多了，也不了解对方。真正的就是俩人都闲下来，然后真正的就24小时每天接触了，就发现不同，然后会就在一起不行，所以就提出分手。所以我从10月份开始，我就是会提分手了。对，只找年轻的吗？我不找了，我以后不找了。你们以后你们看着我不会找了。不会找了，就这个结束了以后不找了。嗯，也不找了，以后咱们就不找了。你找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咱们自己过得挺好的，天天找个孩子。嗯，话说的太死了，就不找了。嗯，我肯定不找了。你们看吧，我未来起码3年之内我不找。对，经历够了。我图什么呢？我就找个对象。我图啥呢？自己过挺好的呀。找一个就是志同道合的人，太难了。不找了就。分手了还能做朋友吗？其实我会觉得说，看你们就是有没有交集吧。就是会看会不会有交集。如果说有交集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朋友，因为以后我说句实在话，我以后跟小大夫的交集会非常非常少，就是因为俩人不是一路人，就是不会有交集啊。以后我去北京，或者说我去干我自己的方向的一些工作，他跟我又不是一个方向，我们怎么会有交集呢？就不太会，就可能是心底还是会，对吧？就心底还会就觉得说，还是朋友，但是就没交集，可能就是，很简单。那我出去工作怎么样的，去别的城市，人家在这边人家自己一个人，人家也有需求啊，或者说有一些感情上的需要的依靠寄托呀，对吧？按你说的交了会有可能，没有可能，就
他不是一个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们天天来问我，完了我要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就觉得我是在嫌弃他，是在就是诋毁他。但确实他就不是一个上进的人啊，他就不是上进的人。你放120个心，他不会改变。那改变的话，我俩都因为这个事儿磨了半年了，他都没有任何改变。他不会听你的，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追求安稳、追求小日子的一个人。他甚至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，没有太大的追求。这种人跟我是不是一路人的啊？所以就是你们说复合这种事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不是一路人，思维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生活节奏包括认知、消费、规划完全不一样，你俩怎么能过到一起呢？我就很好奇，你俩怎么在一起？就真的不是一路人，就是刚认识的时候没有先了解一下吗？你怎么认识？你怎么了解呀？你了解的时候不是在接触吗？快问快答的方式，你觉得你上进吗？我觉得我非常上进。你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呢？我觉得带来欢笑吧。你神经病吗？你能问出来个啥？啊？那做搭子可以吗？有共同的发展。我的直播间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吗？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叫7年的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的直播间你是看不懂吗？发展共同的爱好，就这个东西我怎么去说发展共同的爱好？他不喜欢，他不喜欢，能听明白吗？什么叫不喜欢？就我直播间就是看这么长时间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你在直播间里至少他妈20分钟了吧？你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还哪儿不明白？你说一说。不喜欢就让他喜欢。半年了，半年了，我改变不了他。什么叫不喜欢？没有说不开心，我只是不耐烦。就是我觉得我直播间里表达的很清晰了，为什么还会再问这种问题呢？对，就不喜欢，他不喜欢这个东西，八字不合，对，他不喜欢。那我都已经做了好多好多的让他去改变的，包括跟他磨呀，跟他拿分手去，就跟他去 battle 啊，不行，他还是按照自己的生活，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做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就是你们硬在这块说什么是怎么样的，那每个人都是个体啊。我现在其实我是有一点的，我是有一点点反感的是什么呢？我反感他一点是什么？就是我反感的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反感他一点是什么？就是当我发现一些问题，我提出分手，他又不同意分手，不同意分手，他说他改，他又不改，或者他想改变，他又不改变，到最后还是这样，就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别人的信心。对，就是每一次，就是从10月份一直到现在，我提了将近4、5次分手，每次都是我
第一次提我就发现不合适了，不合适啊，他说他改啊，就是改，结果一直不改，就一直都没有改，这是我比较反感的啊，就我特别反感这种事儿，就是你要说你改好，你改，你别浪费我时间，不改，那就是不爱了。真爱会互相包容，互相迁就，跟真爱有什么关系啊？跟真爱有什么关系啊？很累，就是没有结果，会不会觉得孤独？会不会觉得孤独？习惯了。我有的时候，我甚至会觉得说，他有的时候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会，嗯，就比较开心一点。嗯，对，就是可能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更开心一点，不会觉得孤独，反而会觉得说放松。一个人的时候是放松的，就是没有那些，就比如说我一个人，我可以一天不吃饭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就是他要在旁边的话，我就得去想办法去弄吃的，因为你不吃，人家还要吃，嗯，就是你不吃，人家还要吃，那你就，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啥也不吃，或者说你吃点零食就好了。但两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要哎呀，又要买菜，又要做饭，怎么样的烦，对，就是会后悔吗？比如说男朋友没有，最后成家也没有，最后一个人亲人也没有，就你们这种思维吧，就是俗人的思维啊，就是你们这种思维就是普通人的思维。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不是一个庸俗的人，所以你们这种生活，包括这种想法套在我身上没用啊。这是普通人的思想，就好比说你家里，你不结婚，老了没孩子，怎么样？这是普通人，这是直男，这跟 gay 不一样啊。就你们说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完完全全不是一个空间的事儿啊。你问一个 gay，你说啊，你没有孩子，以后那个老了没人养怎么办？你这种东西，那你怎么说呢？你问一个同性恋，你说这种话题的话，就觉得没有办法聊啊。那同性恋的思想人就不太会，对呀、就不太会就是想成家呀怎么样的，没有什么什么怎么样，孤独怎么样的，我觉得这很正常，孤独很正常啊，谁不孤独啊？我觉得真正的孤独是那种就是明明身边有很多人，但是没跟你就是没有心理交流的一个状态，我觉得就是世界没有人懂你的状态。如果说你自己已经跟自己很和解、很舒服的一个状态，那你为什么会孤独呢？就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没办法解释了。就两个人在一起，如果说就是话不投机啊，或者说怎么样呢？思想也不对未来没有规划呀，然后越来越不好啊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你的人生是你要帮他渡过难关吗？我已经帮他了，我已经帮他了，我觉得我够了。他身边的人都会说分手了你还跟人家复手复干啥呀？你还管他干啥呀？对吧？你分手了你还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，好像自己应该做。我做这些东西也不求他怎么样，我只求就是说我自己心安理得。
主动和对方又怕对方过得不好，这是一种什么？主动和对方又怕是一个什么？就是心安理得嘛，就是因为就是只想干饭。你说的是我吗？只想干饭，就是如果说你说的是我的话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主动跟对方分手又怕对方过得不好，这是一种什么心态？就是我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没什么问题，在一起的时候也挺好，但是现在就是不合适，也没有，就是已经磨合的不想再磨合了，那就是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。但是，因为你觉得这个人挺好的，而且他需要你的帮助，那你就帮他，对吧？那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那你就帮他嘛。就我是完完全全会主动提分手的人，我都提了好多次了。我其实就是觉得你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你就不，你就分手。就是这样。我是会觉得两个人就是商量好了就可以了，你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怎么在一起呀、怎么样的？你不合适为什么要在一起？在一起就是反正我是非常痛苦的，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我就看到一些没有结果的人和事儿，我就是想直接 OK 就结束就好了，浪费什么时间呢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没有那么多精力，我把这个时间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挺好的。这个问题我解释清楚了，不想说了，不想说了。就每次都会问，那我就每次都要提议。在深圳有个房子，我什么时候给他在深圳买了？看直播不要看一会儿，然后就在那块胡说八道。啊、有些人看直播就看那么一小会儿，然后在那块胡说八道、胡言乱语。谁告诉你的呀？对，感觉自己在做爹，是的。哎呦天，什么时候来北京发展？4、5月份吧。可能还要4、5月份，因为想报一个那个减肥训练营，想报一个班儿，完了那个想去减肥。因为这次就是拍新剧，可能要拍新剧，然后减肥，然后让自己状态稍微好一点。像今年的这个剧也是我自己投啊，对啊，也是我自己投，所以就没有人投资的时候，那我自己投。反正我现在也有，就是有技术，然后也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朋友在一起去做这些东西，那就好，花不了多少钱。这有钱咱们就按照标准来，没钱咱们就是创造可能就往前上呗，对吧？你非得做那么好，我觉得也没啥意思。大家现在看的也是，点也不像之前一样，就是一定要大制作之类的，没有。看完我能投吗？你是谁？不认识你啊，29岁。老二会来吗？不知道，我没这部没有打算邀请他。他要来的话，他就跟我联系；没来的话就不来。我没有打算邀请他这一步。纯投资你行，拍剧你不行。保利是谁呀？保利是
我怎么不对你没有印象？是咱俩认识吗？阅历啊，阅历看错了，保利去了。还是喜欢你和龙二的对手戏，哈哈。还没看腻吗？和你聊过几句，不算认识。阅历，这次有新的主演了？有啊，有新的主演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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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，有新剧。你好，大雷，你好。这么快就没记，因为我每天就是现在，因为每天都戒那个碳水，比较烦躁，然后就是睡眠也比较不稳定。这戒碳水你们懂吧？很不舒服。戒碳水，你不能吃主食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对，我现在吃饭不吃碳水，就昨天吃了一个碳水，你现在就每天吃那个鸡蛋和那个菜叶子，瘦了几斤？哎，哪有那么快瘦啊？这才这段时间才开始的，看我时间安排，睡不好真的会有对。好的，那个阅历，不要哭了，直播。就天天吃这玩意儿，就是要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样？鸡蛋、虾仁儿、金针菇、菜叶子，就天天吃这些东西。哎，跟我刺蛇交换一下，跟我拉蛇什么意思？舌头打架，咋的了？你老公不要你了？你在这给我发什么骚？冬瓜。
我是一点都不想动。金针菇。镜像。对 ，See you tomorrow。每天吃这些东西特别烦躁。好的，这个月历。就如果你们也是在减脂的话，就吃这个料啊，凉拌海鲜，凉拌汁，酸甜的，酸辣的啊，酸辣的，就是所有的水煮菜一煮，然后这个它是也没有什么油啊，就是用这个，就所有的菜一煮，然后就咔咔就是拌就好了。我觉得味道还行，但是就是因为不吃主食，这要是给我来碗大米饭，或者说来几个馒头，就有了这个，就是啥也不用放，这里边啥都有，有大蒜，有那个辣椒，这里边都有了。吃不饱，吃不饱那也就这样了。
你看我这下巴，减了很多。不是毅力很强，我新剧要演一个那个主播，我新剧要演一个主播，那我太胖的话怎么演主播呀？胖主播吗？我要演个老头的话，我就不用减肥了。有哪些名媛？现在不确定呢，还没聊这个事儿。那表面上看着很少啊，然后看着就清汤寡水，但这一餐至少得50块钱，自己家做啊，还得50块钱。一斤虾现在多少钱？你们当地的一斤虾多少钱？你是哪里人啊？30块钱。我们在东北的时候，我觉得一斤虾都得好多钱。珠海啊，怪不得。